熟悉的5 AM， 偶尔轻轻点拨过去，一幕幕放映却不再沉溺。我买1000张 OK， 我马上下单。我今天是阿拉丁神灯，请问你有几个愿望呢？我们在柬埔寨的选歌啊，绑住眼睛是什么含义？什么意思？这样问我突然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梦境的感觉。他会问得了森林之王冠军，中了乐透1000万。一定选那个。欢迎滋滋郭姿莹。It's okay, just play again。胜负明显没机会再重来一遍。It's okay, don't be sad。这感觉在深夜里留住波折，放不开我的爱，找寻线索，催眠自己，你其实还爱我，梦里不断漂流，想透进你的心，全场是我站在发球线上等待结果，多么安静的 airport。哇塞！我买1000张 OK， 我买1000张，马上下单。诸位平台订购。哎，超级好听哎！你看，谢谢，毛细孔那么明显耶。你的声音的那个温度感跟厚度感，还有那个颗粒感，可不可以让我先平息3秒？很感人呢，真的很好听哎！谢谢。你看，你从森林之王，然后到全明星运动会，对，然后自己又主持节目，加上你又帮别人创作，你自己最近又出了2首自己的单曲，对，创作单曲。刚刚这就其中一首 Airball， 没错，就是我的创作单曲主打歌 Airball。那这次其实我是直接上架2首歌，主要是在讲说我们一段感情刚分开的时候，我想紧抓不放，想要挽回的情绪，一直走到过了几些年，哎，我好像没有那么在意，然后好像已经放下的情绪，刚好就分配到 Airball 跟轻轻点播过去2首歌这样子。我自己蛮喜欢有一句词叫“只剩下我发球线等待着”那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写的我很有画面感哎。这个是重点，因为其实这首歌不是在分离情绪的感受当中写的，而是我觉得那时候都在运动，然后我想说篮球怎么样连接到那种感情分开的无力感。第一个可能输赢嘛，另外一个真的就是旁边都没有人干扰你，你一个人站在罚球线上，你还投出霸包，你完全已经用尽了力，可是抓不到。就像你在感情，我想挽回，可是挽回不了。那句真的是重点。你创作都是来自生活中吗？生活或是别人的故事，或是自己的幻想。我那时候看到你有一个创作的心情超妙，就是你24小时的企划。但其实24小时的企划前身是因为我有写过一首歌叫5 AM。5 AM， 孤独的5 AM。这一首歌呢，就被你圈粉，完全着迷的一首歌。它其实完全就是从生活开始。那因为那时候我跟高伟勋，我都从台东发车北上去比森林之王，真的只有最早那一班5点那班火车，一定只有那班才可以赶上彩排。废话不多说，直接给你5 AM。OK， 搭火车喽。4 AM 睁开眼，窗外的颜色开始偏黑，悄悄拍了父亲的肩，睁开了惺忪的睡眼。我望向这窗外的世界，昨夜的街灯还未熄灭，一个人站在月台边，熟悉的声音逐渐浮现。5 AM， 熟悉的5 AM，5 AM， 孤独的5 AM。哇
哪，我买1万张，我买1万张。等我发专辑天哪，我买，马上网址给我，立马。我要这个存证。好，录影存证。你声音好有温暖。那其实你的声音也蛮温暖的。还是你帮我发一张专辑？我可以帮你伴奏哦。哦，真的假的？我很喜欢怎么这么好？真的。好，那你帮我合音。哦，我现在要求越来越多了。还要帮我做行销，你要帮我做宣传，这样就一直凹你有没有？欢迎来我的频道。对。即使你唱很高的声音的时候，那个温暖度还是在的。你是真的在把你内心的心情抒发出来。但有些人可能唱出来会让我觉得是在飙高音，是技巧大过情感，情感面超强哎。情感面，但有时候我也是蛮希望有技巧的这一部分。没有，不，我跟你讲，情感你已经情感强到已经不需要技巧了，唱任何只要不管你有没有破音有没有音准都不重要了。哦，这个很棒，就在你的歌声当中。这个频率很高啊，我就信你了。就播上一集看，没有哦，他跟上一个歌手也这样讲，是吗？对，屁孩他也是这样说啊。Hello， 而且屁孩第4名，然后你第3，你们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我觉得我们前4名的风格都差超多。有，而且总决赛有3个都是唱自创曲，然后只有1个是唱别人的歌曲，这样。对，就是我们的冠军。对，我们快讲可以赶快讲他坏话了。好啦，你赢啦，我真的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你就是这么厉害，真的。创作啊，你通常是，我有朋友啦，是洗澡或刷牙的时候，他听到一个 keyword，截取下来就开始创作。我创作当然一个是亲身经历嘛，那就是我就坐下来，吉他拿着，你弹的那个旋律，你第一个想唱的音是什么，你就不要放弃，你就是坐在那里把它写完。我觉得我不知道有没有灵感哎。哦，你就是天生的灵感的歌后。我们的字是天生灵感吗？有人是绝对音感，然后是绝对灵感。比如说，我来到这个频道，冷气非常的舒适。你想讲什么呢？我看着你大大的眼睛，是不是有什么事想问我？我觉得走音没关系，你陪着我。我想说，我们都是音乐人，我们能一起创作。你说好不好？好低哦！哒哒哒哒。我觉得一个人在投入那个感情的时候，感觉到有点生涩，可是反而那种生涩的感觉是最直接的。我自己创作最大的瓶颈就是，我每次都会写好主歌，但我副歌写不出来，所以我声音的音域太低了。没有，是你没有逼自己。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写歌写到一半，那就放在那里，半成品可能都有50首、60首以上。有时候你坐在那里逼自己，主歌写完，副歌一定要写出来，灵感随时会来找你。我知道，轻轻点播过去。轻轻点播，它其实是我在翻找工作照片，然后看到前任的照片，就发现我好像没有当初那种刚分开时那种的痛苦，就觉得好像可以记录下来这个情绪，是已经放下了的感受。我在听轻轻点播过去，你的声音会让我想到那种台东的海岸啊，然后跟那个风景、大自然的轻松感。有没有稻田在吹拂的？有，你的声音真的是好轻盈哦，感觉漫步云端在这种山水间。不好唱。创作很可爱哦，就是你写的歌会反映在你内心。你刚刚有说你写都是悲伤居多，所以你常常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比较悲伤的人吗？我觉得我想家人居多，因为自己一个人上来台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容易感伤就是没有来由的。讲到家人。你爸爸当贝斯手，你的弟弟打鼓，对，你知道一家人啊要在一个画面上表演是有多么感动的一件事。我是那时候先看了宪哥的节目，对，哇塞，也太感动了吧！而且你弟弟也很可爱，鼓棒这样丢出去，他是吊棒，你还很帅的唱嘿那一些完之后马上冲过去，然后给他。我们第一次上节目就是这么幽默，但是我好喜欢那个画面哦。我觉得蛮感人，是小时候我们就组了一个乐团嘛，就嘟嘟乐团，就是你看到的那样。
这一直到长大之后，大家都还是喜欢玩音乐。如果跟自己的爸爸跟自己的弟弟在做演唱，那会吵架吗？因为我爸爸他的经历比较多，那个和弦又几级的弹，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乐理，你真的不要再那样讲了。然后因为我听不懂，他就会一直讲，他就会比较激进一些，我都不学乐理，稍微会有点无奈，但是我们还是会想尽办法用各自的方法把这首歌完成。未来有没有机会，就是你们自己家人啊，出一个自己的家人专辑啊，或是母语专辑这样，有吗？我很想要，那因为我森林之王结束之后，我就回台东，我有一段时间跟我阿嬷有写一首族语歌曲这样子，不会阿美族语，他帮我翻译，然后我哼旋律，他放歌词，我觉得这个感觉是现在我们都在北漂，时间跟家人聚，它就像一个照片一样，只是他用音乐记录。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一起表演。如果你真的达成的话，你真是空前绝后的第一人。我真的也好想要像要开始讲，很想像那阿令，他就可以带他的家人一起在戏曲舞台上面，然后家人穿着阿美族，带着自己的文化，然后看着自己小孩，我都幻想那个是我站在上面。我看你唱英文歌都唱得非常非常好还有你在其他节目你唱英文歌都是，你一听到一转到你，我们就会停下来这样子认真看的那种真的？那你这样的话也只有看大概1集没有，只有1集有唱过，没有，你有唱了2集，对，没有，你还有在那个其他节目啊，大热门啊，其他的，有，我觉得他想要闹我，没有，对啊，我是你的粉丝哦。我唱英文歌，我自己也比较有自信，可能是因为它的发声位置，我就可以比较放肆的去展现所有的情绪。可是中文的咬字就是它比较旁边，确实比较顾虑。我怕我讲不清楚。你在当下比赛，你觉得压力大吗？蛮大的，因为不想输。可是我觉得这样是好的，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心情，你才会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可是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好像把自己逼太紧，你根本就没有在享受那个舞台。然后你又看到网络上会有一些评语嘛，比如说太油啊，或者什么。我发现确实自己真的有这个问题，那就改。我觉得没有走音的，我就直接忽略它。那我要马上，我要伴奏。正常在总决赛的选歌一定要展现技巧，大飙高音，然后很澎湃那种。就你只有选一个我要我们在一起，跟你自己的自创曲，是有什么故事吗？因为我在比赛前我都没有唱过爵士，但其实我的声音非常的自由，我觉得到后面就拼了吧。其实到后面我有偷偷的升一个半 key， 我有发现。你有发现？对，我转一个半 key， 小巧思，我家小巧思。然后那个舞蹈的部分呢，然后就是走一个比较意境的风格。对，我蛮好奇是绑住眼睛是什么含义？什么意思？怎么办？你现在问我，突然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是绑住，然后就是有一些现代舞，然后衬托舞台很大。问到一个完全没有人问过的问题，我爱这一趴，真是太自豪。完全。应该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被点笑。对，那个其实是我老板的笑。不是，你刚刚超可爱，你是很想回答，我觉得，然后我还真的答不出来，真的答不出来。我想说，老板加了一个这个画面感，用紫色，然后也是 dancer。我们有特别练这段的，练绑这个。你回去查完之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就是我要我们在一起吗 ？Maybe 是在梦里面，或者是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梦境的感觉。我想说，是不是因为就是不要看见这一段爱情或什么之类的？我那时候还以为你会绑起来，最后一段全部唱完，就是用绑着的那个一个间奏完之后，然后你拿下来，然后我说，好特别的巧思，但我记住了。你好会问啊！结果对，没有，这个完全就是大家可以赋予它一些意义。有时候音乐呢，我们就是自己想象，对，不要给太多提示。对，没错。太可爱了！这么多导师当中有没有哪一首导师的歌你是自己有兴趣的？我喜欢宥嘉老师。宥嘉来喽，宥嘉。宥嘉，我们爱你，宥嘉。自然醒，一觉睡到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只想在潜意识第6层，但没有心情不出来。说来这个世
事情也奇怪，只要3步之内有你在我拳头，就放开，睡得像小孩。哇塞，你自己形容你自己的声音好了。Oh my god！ 温柔当中带有草原里的狂野，热情奔放，但有时候可以带点 sexy。你真的完全可以代表台东哎。台东都知道漫步生活啊。我超多原住民朋友，所以我蛮常去花莲，就是溯溪啊。为什么你可以那么美白？没有，因为我副业是医美了。对对对，所以我就是靠医美，真的很厉害，我由衷佩服。我下次再答应我这件事哦，又要答应你呢？如果我去台东的话，你会就是当那个地陪吗？可以啊，我可以骑摩托车载你。真的假的？你以为我会开车啊？没有，我要让你黑起来。很坏啊，一言为定哦。可以。如果真的在台东的话，我们相遇的话，我们就得走一遭。因为那个姿势太可爱了，所以我要来跟他玩一个快问快答2选1。第一题是得了森林之王冠军，中了乐透1000万。中了乐透1000万。为什么？不好意思，我这种比较实际，偏一些金牛的体质比较多一些。可是得了冠军一个荣耀冠军你下次再得就有了。你也太现实了吧？是我也会选1000万啊。对吧？不是1000万，我也很现实。1000万你就可以发专辑。第二题哦，开演唱会唱最感动的歌曲时大破音，热恋中烛光晚餐你放了一个屁，被对方听到闻到。我一定选那个热恋放屁。为什么会选这个？因为你在热恋，反正都要看到你真实的一面，放屁应该还好吧？放屁然后 say goodbye， 因为我之后可能也会放屁，所以先早 say goodbye。这有道理。所以以后你就是在约会的时候就大放特放，无时无刻放完还叫他来闻，是不是很亲密？这就代表你的个性很做自己，很自然因为你在很感动，然后泪流满面，突然破音，这会笑场耶。那你有破过音吗？还真的有硬唱完。好，第3题，在咖啡厅待1天，去喜欢的景点爬山溯溪。哇塞！对，我选爬山溯溪。哇，我以为你会在咖啡厅创作这种。可是这个事情就有点太多了，反而我会选去外面走走看看，就是增加一些生活的乐趣。对，因为我也很疯啊。哦，你看起来很文静哎。我跳街舞跳10年。你到底是读体育班的吗？我很喜欢运动，都是去爬山啊、溯溪、冲浪啊这些。很 outdoor。很 outdoor。我觉得我更了解你一点。我们约立松温泉哦，再陪我爬一次。10月份是真的跟 Harris 还有我溯溪教练有要约那一局。冬天最好。对，就是10月到4月。好啊，打勾勾。好。爬一下立松温泉，我跟你讲，我可是去爬过，我觉得我 OK。我罩你，对，你背我到那个冷泉。爬山下面背你，然后背你回来。这就搭游览车就好的意思。我好喜欢这个行程，我会去。芝芝今天答应我很多事情哦，最后看他到底1年后、2年后会实现多少。我们看一下他到底许多少愿。对。好，第4题，拥有飞翔空中的能力，可以瞬间移动的能力。我选好了，瞬间移动，因为我很怕高。Oh my god！ 只要离开地面，我直接哭出来。因为上了很多不同节目，有些是攀岩的嘛，跳下去抓什么东西那种。我稍微有被训练一点点胆识，可是还是很怕高。森林之王2的鸟人竟然怕飞行能力，所以才是鸟人啊！因为我不是鸟，我是人，我还可以站在地上。有道理耶。其实我最想聊还有一块是，你真的是全明星运动会第1季的女战神我也没想到，因为我之前小时候脚长软骨瘤，我其实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在运动。你在红队啊，你有发现你是全场43场所有人里面最高的场次哦。我参加43场，其他人都没有你那么高，你是第1名。Hello， 其他人你们有在运动吗 ？Hello， 有了，我们互相分配，而且我觉得最厉害是你是红队的，几乎每一棒都是第1个出场我觉得第1棒比较没有压力。反而觉得第1棒反而最有压力耶，因为你前面没有人可以比较，你只有你自己，没有好坏之分。可是第1棒一定要
巩固士心。就是你看，如果你第一棒没有拿下来，后面的人就有压力。但是你第一棒完，大家就觉得哇，第一棒这么厉害，这么厉害。所以刚好在第一棒，如果表现好的话，就会士气就来了。我觉得我可以担任。那个时候我觉得啦，有些项目不行，有些可以。有，就是有些不太行。你觉得你不行的是哪几个项目？一定是游泳。是不会游泳。其实我会游，但是我不是游那种竞技的，一般就是游泳池游泳。我以为我还可以游到终点，只是我在游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心态的时候，我就会太紧张。你只要脚一落地，你就输了，所以我又不想要站起来，我就继续硬拼硬游嘛。然后发现越跟越紧张，换气不顺，我越来越往下沉。最后我到终点的时候，根本我就是完全呛水呛到不行，我没办法抽蓄，然后完全没办法呼吸，直接被队友这样拉到岸上，然后盖上一个白色的毛巾。其实你知道当下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吗？怎么弄？找我学游泳。是游泳教练，你这是讲真的的吧？真的啊，我以前因为你的身材看起来是可以。对，我教了4年的游泳教练，我从小是游泳队这样。你应该当下的超去说，赶快刘道玄，赶快来，快点。Hello， 我这样打电话，我应该是已经有到终点了。对，很忙有没有？还有一场是拔河，对不对 ？Oh my god， 拔河很可爱。你拔河就摔倒，对不对？我那个超自责，因为很明显那个一路大家都排站啊，我就一个人在那边歪来歪去跳华尔兹，那个是真的是我哭笑不得哎。但没关系，你其他场次好多都入围 MVP， 然后也拿了2座 MVP， 总要弥补一下前面的。在这所有的竞技里面呢，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个竞技？我喜欢跳高，第一次跳嘛，以前没跳过，没发现自己拍起来那画面蛮好看的。你的动作很标准，而且就是蛮意外的。评审有说你是如果以业余组来说的话，你的动作非常的标准。我真的好意外他会这样讲。我平常练习可能跳120，然后那时候可能肾上腺素的加成就到135。我觉得那个比较优美，然后又可以破自己的记录。但是我其实看完全部红队不能没有你。而且连男生我们一定要靠自知，我们要靠自知。因为我觉得人被需要是一定会感到开心的，可是有时候太多的时候会，比如说游泳那一家，他们说 It's okay， 不要再自责了。可是它是一个无形的，你希望自己可以达到。那个自责是给自己的，我没有帮队友拿到那个分数，你就是红队 number one。我觉得连男生或许都真的会惧怕你耶。感觉可能会怕。怕哪部分？这个爱心啊！整场比赛下来你有没有就是觉得有最遗憾或是最感动的一场？我觉得最感动的是小玉哥膝盖韧带受伤，然后他最后一场比赛就是打大满贯那一场嘛。他一打出去，我那个眼泪是直接飙到快以为3天3夜的那种的飙。3天3夜，3更半夜。对，那一场是印象最深刻。我觉得大家不知道，可能是比赛之后的事情。这2年之间，不管我在办音乐会、发单曲，大家都很支持，都来到现场，然后都是完全我不知道的状态下，然后互相转发影片，或者是阿昌他有时候会揪我们出去爬山，或是玩溪水。虽然我还没有参与到，但是他们就是会问，就是大家到现在都还是会联络。那个革命情感不是那么表面的感情。节目是一时的，但友谊是一辈子。对。那可以答应我，如果你们之后出去可以约我吗？可以，他都是约那个很可怕的。上个礼拜才从花莲去爬黄金峡谷，爬了10个小时。我听过没有？我还没去过。我们观光去台东，你有没有介绍什么当地你自己的隐藏美食？怎么办？我最隐藏美食就做我家的烤肉但你们不能来哦。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你们可以，我说观众，我们要私下约。你们先去看我的单曲，先分享我的单曲。我们现在产生一些感情的连结。可能要就买你100张专辑，我就在那边办一个专场。这不错。最后我想听那个轻轻点播过去，可以吗？可以。有这荣幸吗？完全很有。轻轻点播过去。大声地唱着，离开时哭了，只有自己知道爱得多深刻。最近你好吗？那么多选择，一定有快乐的方法。Say goodbye to you。
是快活麻痹，痛渐渐散去，偶尔轻轻点拨过去，一幕幕放映却不再沉溺。哇塞，你看我没骗你。哎，你毛竖起来了，哇塞，帮大家验证。这次唱的每一首歌我都鸡皮疙瘩哎。对，希望大家可以轻轻点播。那你可不可以再答应我最后一件？可以啊，可以。我今天是阿拉丁神灯，请问你有几个愿望呢？今天一直在答应我这样，就如果未来啊你得奖了之后，你会在感谢的时候会提到我的名字，哎，我跟你说，可以吗？这个要求目前应该排到第10位。我跟你讲，因为这种呢，大家都会讲这种，我会直接把你放在感恩的句子里面。谢谢大家给予我最 max 的掌声，给予我最 max 的掌声。这种隐藏在里面的，我觉得更窝心。录影存证哦，录影存证哦。最 max 的支持，谢谢大家，现在都就是帮我这样打歌。那最后这次还有没有什么自己想要宣传的东西吗？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单曲已经上了嘛，我的 YouTube 也已经上了 Airboat 的 MV， 我有 IG、Instagram， 然后 Facebook 也我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分享。里面英文很标准哎，呀，真的吗？对，有点 ABCAG， 没有啦 ，Run down， Run down，你念 DJ 你会怎么念 ？DJ，要 DJ， 你是这样 DJ 吗？有这么 J 吗？对，要那么 J。今天有发现到滋滋非常多可爱的一面，那我们一定要追踪我们滋滋的 IG。那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而我在这座城市失去了你，输给欲望高涨的自己。不是你过分的感情，而我爱你，而爱无法珍惜，想拥有的，想拥抱的，以为能同享领悟的结局。哇，圆我的歌手梦了！可以啦。